无人机又大开杀戒，阿塞拜疆无人机轻松摧毁多个火箭炮。现代战争，我军该如何保护火箭炮？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在最新的亚阿战场上，一辆亚美尼亚的俄制280毫米 BM30龙卷风火箭炮与中国制造的 MM80 火箭炮被阿塞拜疆的无人机摧毁，而阿塞拜疆当时使用的无人机正是土耳其制造的 TB2 无人机。对此，阿塞拜疆国防部宣布，这一次打击成功的消灭了亚美尼亚威胁阿塞拜疆境内目标的能力。据了解，在袭击的整个过程中，亚方的火箭炮操作人员始终没有注意到空中的无人机，而阿塞拜疆公布的视频也可以看出，亚美尼亚的远火阵地经常在未发现敌人的情况下被炸成碎片，而此次我国制造的火箭炮也被炸毁，让许多军迷们不禁担心，在现代战争中，我军究竟该如何保护远程火箭炮，防止敌方无人机空袭呢？分析认为，虽然如何反无人机这一话题对全世界的军队来说都是新课题，包括中美俄这样的军事大国也都在探索中，但至今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拿亚阿冲突来说，亚美尼亚十分被动是肯定的，除非亚美尼亚拥有足够多且足够优秀的电子战对抗设备，否则靠一两种装备很难防御。毕竟在最近几年的冲突中，俄罗斯制造的防空武器系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比如说铠甲近程防空系统和 S-300远程防空导弹都被土耳其制造的无人机给摧毁过，因此对我军而言，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手段。中等规模的无人机需要机场，只要摧毁机场，就可以阻止敌人无人机起飞作战。假如我们掌握了制空权，还利用无人机对敌方阵地进行了7×24小时全天候的监视和打击，就可以防止敌方的小型无人机，或是建立10公里以下的高度的长时预警体系。在己方地面防空火力掩护下，可利用热气球、细流气球改装的民用小型涡桨客机，携带侦察探测设备，自上而下进行高空近距预警。防空防空，十防九空。如果我们仅仅只是依赖于地面防空体系，本来就十分困难，而利用现有防空体系漏洞的小型无人机更是如此，所以也要依靠体系思路去防御。就像是对付阿塞拜疆的无人机，其实亚美尼亚完全可以模仿以色列的铁穹系统，用散弹炮打，散弹炮里加上石墨，现有的无人机基本沾上就短路。阵风要被自己人抛弃了吗？法国将考虑使用 F-35作为新航母舰载机，理由是什么？印度人要伤心了，又该怎么办？据越南网站最新报道，日前在明年有关法国海军资金的议会报告中，一名议员提到了下一代航空母舰的项目，其中最有趣的话题涉及到选用哪一款战斗机作为舰载机的可能性。当回答这一问题时，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法国达索公司生产的阵风战斗机，据称这是一款双发三角翼高机动性多用途的4代半战斗机，若是其作为航母的舰载机，也是具有一定优势的。例如阵风不需要折叠机翼，这带来的好处就是在起飞前和降落前都省去了一个关键且容易被忘记的步骤——折叠机翼。但是法国却全然忽视了这一国产阵风战斗机的优势，放弃了它，转而寻求购买 F-35的可能性。据报道介绍，目前法国的这一新航母将接受美国的电磁放电系统，这一系统将提高法国海军与美国海军间的互操作性，因此法国强烈建议考虑接受 F-35战斗机的可能性。不过对于这一原因，很多人并不能被说服，认为这并不足以支撑法国抛弃自己本国的阵风而选择购买 F-35的理由。其实更深层次原因跟阵风战斗机的真实战力有关。纵观整个国际军售市场，我们可以看到阵风战斗机的市场并不理想，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装备有阵风战斗机，且至今几乎没有一家回头客，这就十分能说明问题。对此，美国军事观察的专家点评称，质次价高。一方面，阵风战斗机长期以来存在的发动机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当今强调隐身作战能力的当下，阵风战斗机却不能隐身，更何况若是作为舰载机，阵风战斗机的优势相比于劣势而言微不足道。前面说的其不需要折叠机翼劣势则十分突出。众所周知，一般的舰载机为了尽量减少航母甲板的占用面积，都有折叠翼设计，如此一来，没有折叠翼就会大大占用航母本来珍贵的空间，那么航母的战力自然就会大打折扣。让人意外的是，在该次法国做出的这一决定中，受伤害最深的并不是法国达索公司，而是印度。我们知道，一旦印度的第2艘航母正式服役，那么印度将成为亚洲第2个拥有双航母服役的国家，其最大的问题就是舰载机的问题。此前印度人对于阵风战斗机十分满意，不知如今看到连法国自己的航母都抛弃阵风，是什么样的感想？美军 A10攻击机不小心在韩国边境投下炸弹，找了3天都没找到，韩国人知不知道？据美联社报道，
一架驻防韩国的美国空军的 A-10攻击机，在最近的一次训练飞行时，不小心将一枚训练弹扔下，没人知道它去了哪里。所幸北韩也没有发现，似乎还蒙在鼓里。事故发生后，机组人员及时上报，美国和韩国的军事人员花费了3天时间，在附近的着弹地点进行搜索，但很可惜没有找到。但发言人表示，这枚炸弹没有任何威胁，这是一枚训练弹，弹上没有引信，也没有炸药。不过，基地方面没有明确说明是什么类型训练弹。据星条旗报的报道，A-10攻击机此类事故并非个例。2019年7月，一架 A-10攻击机在佛罗里达州上空进行训练飞行时，发生了一起鸟击事故。惊慌之余，飞行员无意投放了3枚 BDU-33型训练弹。这型训练弹每枚重250磅，用于模拟500磅重的 Mk82炸弹。而在去年9月，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的一架 A-10攻击机在训练时误射了一发 M156海蛇70火箭弹。所幸这些事故中都没有人员损失报告。A-10由于寿命老化，机体很多部件开始出现失灵的状况，确实到了延寿升级的时期。但美军内部关于是退役还是升级一直存在着争论。A-10攻击机是冷战时期美军为了应对苏联庞大的装甲集群研发的一款低空低速攻击机，官方名称是雷电2，延续二战美军 P-47之名，但它的绰号更出名，叫做油猪。它广泛运用于多次现代化局部战争，并屡屡出现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之中。其低空飞掠并使用30毫米加特林机炮扫射敌军的场面，往往令观众大呼过瘾。为了应付可能来自北方的攻击，美军太平洋空军第51战斗机联队在群山基地驻扎了2支战斗机中队，其中第36战斗机中队装备有24架 F-16C 或 D 战斗机，而第25战斗机中队装备有30架 A-10攻击机。巫山空军基地位于首尔城南市，离首尔市区仅60公里，是韩国一线最重要的作战机场。这里每天24小时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战斗机每天都要起飞沿军事分界线巡逻。美国在韩国的另一处大型空军基地是群山空军基地，该基地位于韩国群山市西南方，这里驻扎有美军第8战斗机联队，同样装备24架 F-16C 或 D 战斗机。之前，美空军高官多次表示要退役 A-10攻击机，将资金用于购买 F-35战斗机，由后者取代前者的任务。不过，根据最近的消息，该项计划可能再次告吹。美国准备再次升级 A-10攻击机，升级计划包括换装新的通信设备，增强制导武器的使用能力，包括制导火箭弹、多目标弹药投掷能力、头盔瞄准镜、多功能显示屏、数据链、3D 电子音频等。波音公司还要提供173套新机翼，延长其飞行寿命。总的来说，油猪的粉丝们仍然可以继续看到这款经典攻击机翱翔在天空，只是它的目标更多的不是强国的坦克，而是山里的游击队罢了。